经常观看我视频的各位观众老爷肯定知道我的频道是主要做空头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除了撸空头，他还参与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他的钱翻倍，甚至是一夜可以成为一个富翁？今天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质押，为什么大家都在玩质押这个赛道。质押这两个字呢，目前在我们行业的话还是非常之火的不仅项目方那边风风火火的要搞质押，就连你身边的很多小伙伴都在拼命去质押。质押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质押到底有多少收益呢？它又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同时，质押真的是零风险的吗？它又有多少的风险潜在这个项目当中？什么样的质押才是一个好的质押呢？今天我就来把这个话题往深的聊。那简单说一下这个质押那在开始之前的话，这里是加密阿尔法，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今天我们简单聊聊天，我们就不陷入空头了。说起这个质押呢，我们可以先从时间的先后顺序说呢。那最先搞质押的是谁呢？它就是以太坊。以太坊最早先的话，它是 POW 模式，跟比特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POW 就是 Proof of Work， 矿工通过挖就是显卡来生产区块，获得以太坊的奖励。但其实在20年的时候，就以太坊已经换了这个新的模式它换成 POS 的这样一个，也就是 Proof of Stake。 当时刚换模式的时候，用户是可以去质押以太坊的，同时他可以获得以太坊的奖励，但是只能质押不能提，而且这个门槛非常高，你要一口气质押超过32枚你才能获得这个奖励。但是在23年4月份的时候，以太坊上海升级，那此次升级会带来些什么呢？用户质押以太坊终于可以进行赎回了。那随着这样一个大的利好，很多搞以太坊质押平台百花齐放。比如说这个龙头的话是 Lido， 就是 LIDO， 那么它质押数量是最多当前是已经超过如此多的 ETH， 占比的话是 29.33% 这个数据还是在去年的时候的数据。那么再看看第二名，我们熟知的就是 Coinbase 它是排在了第二。那有了龙头大哥和二哥在前面开路呢，整个质押的赛道就变得繁荣起来了。那随着用户质押进来的以太坊越来越多了，这个金融的方案呢就开始玩出花了。那很多说项目方把大量的以太坊汇聚起来，做成一个资金池。那等这个资金池运行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之后它就开始了变成了我们非常熟知的流动性的这个质押。我们仍旧可以在币安交易所或者是 OKX 这两大交易所当中查询到有关于质押的数量以及兑换率相对应的一个市场资讯那如果您是刚入圈的小白，或者正准备随着我的脚步来进行撸空头的新手的话，那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这两大交易所，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头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那再让我们说回一下流动性质押。那什么是流动性质押呢？流动性质押它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首先的话，它试图解决的质押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质押的资产的流动性不足。那当用户在 POS 网络中质押他们加密货币时这个资产通常会被锁定在一个智能合约中一段固定的时间。那在此期间的话，资产是不能被出售或者是做任何交易的。有点像是你把你的本钱存在了银行当中，然后定了一个死期。这个死期的钱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再取出来，一定要到那个期限完成之后的话，你才可以使用掉那笔钱。对虽然现在肯定比较人性化了，但是当时的话确实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其实这个对质押者来说的话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在市场波动情况下，你可能今天遇到一个很好的项目，那可能当天的就你想投入一点钱，但是你目前资金是已经被占用了，就是不能出售或者是交易。那流动性质押呢，就是通过发行代币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些代币通常被称为质押的衍生品或者是流动性质押代币，他们对质押资产的所有权
就是出示一个代表的作用。那这些代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出售，或者是在其他的 DeFi 应用当中作为抵押品使用。同时，底层资产的话，仍在网络中进行这样一个质押。用户在支持流动性质押和质押协议中的话，他们的加密货币那作为回报，相对应的协议会铸造相对应的数量的流动性资产代押，就是质押代币。这些代币的铸造率通常反映了质押资产的价值，那这些代币也表示了用户在质押资产和其他可能的质押奖励。他们可以自行自由交易，或者是在 DeFi 中协议中进行使用。如果用户想要赎回他们的质押资产，那么可以通过流动性质押的这个代币退还给这个协议，然后这个协议随后将释放出等同于质押资产的任何质押奖励。提供流动性质押服务的一些平台势力包括以太坊 2.0 或者是提供质押性质的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龙头Lido， 它是专门为衍生品提供的平台那么STAFI。那我们刚刚所见也只是说到了质押的 1.0 的版本那今年的话又有一个新的升级，那就是再质押的 2.0 版本。相对应的 2.0 和 1.0 的区别在于哪里呢？比如说我们 1.0 版本是所有的底层代币呢是作为一个任务来进行质押的，那就是确保以太坊在这个 Proof of Stake GUS 链上的安全。那这个 2.0 版本的再质押呢，同时它是在 LRT 上就多了一个 ABS， 也就是主动验证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你使用去再质押来确保安全的应用和网络，还有多种分配方式不同的额外奖励。那这样简单对比一下，就是这个再质押版本 2.0 版本呢，就是要比 1.0 版本的质押复杂太多了。相比较于好处在于收益会更高，那么它允许用户从一笔资产当中获得多种收益。那质押者在获得多倍收益的同时，无需占用额外的资金。还是那几个以太坊，只不过它是被我们质押了2次，就是质押再质押，赚取了双倍的收益。那这就有效的提高了我们资金的利用效率那如果说你说这个再质押是怎么实现的？那大多数的再质押项目都依赖于多层智能合约的互相交互。那我们也都知道，每加一层智能合约，相当于增加了安全漏洞和缺陷的问题所以呢，智能合约相当于智能合约的层数越多，我们资产的丢失和被盗风险就越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赛道能进来玩的，那技术肯定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相对应的技术审核水平也是必须得要高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方向上的质押，那在这个文档当中就没有体现了，我这里就给大家口述一下。比特币怎么能进行质押呢？以太坊之所以能进行质押，是因为人家从POW 的机制改变为成 POS 的机制那你这比特币难不成也要改机制吗？那绝对不太可能比特币的 POW 机制不改，那不改怎么进行质押？问题来了呢。所以有一个美国工程院的院士，斯坦福大学的谢亚正戴维谢的这个教授他天才的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大家非常熟悉也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项目叫做巴比龙。他思考说，如果将比特币的资产因为现在比特币资产是整个加密行业的一半嘛，妥妥的第一大加密资产。那由于比特币不支持智能合约，而且扩容难度非常大，到现在呢都没有进行一个价值解锁。那比特币呢，我们只能暂时性的好像只能放在钱包里吃灰，除了等待囤币或者是币价上涨，其他没有什么用处那这个谢教授需要我们来做点什么呢？于是他就通过密码学共识的协议那么创新和优化使用比特币脚本语言的方式，克服了智能合约的缺陷。他做到了让这个巴比龙的质押协议动起来，那可以允许比特币的持有者在无需桥接 POS 链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质押比特币。那从用户的角度来感受是什么呢？感受就是只要把这个比特币放置在巴比龙链上，那通过这个巴比龙的合约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其他 POS 的项目当中获取收益。那这个巴比龙的解决方案相当于是将我们的比特币手上的资产再次盘活，然后赚取其他币的收益。
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行业赚其他币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了，但是赚比特币的话是非常难的啊。我们可能辛辛苦苦去买机器，哇，这种比特币也经不住减半的打击。虽然现在减半已经来了，我们机器可能就变成废铁了。那这里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去质押等等类似的。那这里的话，那它是零风险的吗？大家怎么认为？你觉得这个质押一定是零风险吗？显然不是啊。加密货币的质押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就是它可以增加你被动收入，综合利用你的其实不是能源效率了，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资金的利用率，然后提高你的安全性以及是参与治理呢。其实第4个我们用到比较少。劣势就是损失风险，然后通货膨胀或者是一些复杂性。那我这边简单的大白话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应该会比较清楚点。那么这流动性质押到底有没有风险呢？风险是一定有的啊，来自于以下3个方面。第一呢，叫做乏媒风险，那就是流动性质押的服务的用户本质上来说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外包运行验证节点的维护工作，也就是我们出钱，服务商来出力，服务商去维护这些验证的节点。那如果这些服务商不作为呢，搞一些恶意的行为，或者是做一些不靠谱的事情，那我们的资金呢就会面临被削减的风险。好，这是第一个风险。那第2个风险呢，叫做私钥的泄露，也就是说，我们把钱存到这个节点运营商那边，如果这个节点运营商这个私钥是被泄露了，或者是他们本身这个项目协议的存在一些漏洞就比如说是技术员是没有把它写好，只要黑客一出手，我们存在里面的钱呢就会马上消失。第3个风险呢，就是面临相对应的价格波动。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3000多，如果我们把这个$3000多以太坊拿去质押的时候，当以太坊价格掉到$1000多，那相当于我们不就是亏钱了吗？另外呢，这个流动性质押代币也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和本币就是你本来持有的币脱苗，所以我们说还是要相对应的选择池子比较大的。即便是这样，也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之心。那同时，无论你做出任何样的选择，无论你要质押或者是不质押，我都希望你能赚取到你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钱。也希望你在这条路当中越走越远，因为只有走得久，才可以在这一行就是活得久。那么相对应的，我们也要去针对性的进行一下学习对于一些用户来说，质押的复杂性可能是一个障碍，一些质押的方法需要相当的技术支持。那如果不太精通技术的用户的话，我们这边都不做任何的推荐本次也只是作为一个科普，那告诉大家什么是质押，加密货币的质押的优势和劣势，为什么人们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质押的环境呢？除了撸空投，你身边的人可能都在进行这样一个质押的活动。我有一个认识的小伙伴，他就是在进行这样一个，可能今天赚了很多，然后可能第2天也赚了很多，但是也会有亏的情况。这里我们也不做任何的投资意见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观众老爷，无论是观看我视频的也好，或者是不观看我视频的也好，都能祝你在这条路当中越走越远，然后一步一步积累自己的财富。那以上就是我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一直听到现在，那感谢您的聆听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明天开始正式空投的项目，敬请期待。